小心点。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？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这怎么看也像是个墓啊。谁会在自己家院子里修个墓啊？上字，什么意思啊？大家小心点。我感觉这里面没那么简单。读说。走。小心。这洞窟看起来是天然形成的，只不过被人改成了地下密室。我看倒像个迷宫，大家都小心一点。好。这里地滑，小心。这什么虫子？从未见过，应该是这个地窟里特有的虫子吧。这把刀我不会再用了，你帮我扔掉吧，多谢。先往前走吧。多谢。危险！走。分手，你扔点驱虫伞。驱虫伞没用，快走！快点火，封住洞口！虫子要出来了，快撤！走，快走！小柔。接着。小心！还
三怕盐，快把身上的盐都拿出来！接着。天哪，终于得救了！你吓死我了！你不要命了？刚才没事儿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就是皮外伤，又不是毒虫，还能再抱一会儿吗？真矫情。哎，不是，咋？中字，刚刚那个是上字，看来这里面还有个下字。那这么说，这地库至少有3层。不是，这北海是何方神圣啊？这地库里的岩石至少存在几百年了。北海如此大费周章的修建这个地方，肯定藏了什么东西。刚刚那些怪虫就是这一层最好的保护，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何物。这一层说的是虫子，那下一层的又会是什么？小心点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这里应该只有这一条路，那个应该就是下子门了。这个桥不知道是何时修的，谨慎点，我们一个个过。此桥暂时安全，大家过的时候小心点。这实在太黑了，根本什么都看不见。你们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到前面去看一下。注意安全，小大哥。好。徒手别！士气关束，跑！跑！走！只能跳下去了。这水太急了，跳下去不知道会被冲到哪儿。
你带换带柔，走走。都抓紧点！徒叔，小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撑住！下子门，大哥，下子门。走吧。这儿怎么这么冷啊？这都是寒玉，有这么大的寒玉矿？不行，这地儿再待下去要冻死了。哎，门关了！哎，你们让开，我试试。师妹，别浪费内力了，这门里有机关。看来这北海不想让我们出去。可我们没有御寒的衣物，最多待上半个时辰，我们都会被冻死的。都别急，我总觉得北海这个洞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若是北海不想让别人找到他藏起来的东西，大可不必设立上中下3个门做指引。无论是第1层的怪虫，还是第2层的剑蛹，看起来皆是必死之局。但仔细想想，我们能够逃出升天，都像是北海在故意给我们留下一条生路。师兄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一层也一定会留下线索。只要找到那条生路，我们就能逃出去了。趁大家还有体力，四处分散找找吧。好，大家小心一点。小心点。快，奶奶手。你没事吧？我中过寒毒，这点冷不算什么。什么都没找到。没有，暂时聚在一起吧，还能暖和点。怎么办？我们不会死在这儿吧？师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认识？毒血谷的符号。毒血谷。我明白了，我全都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北海是毒血谷的弟子，我在上面搜过他的药方，我在他的药箱里发现了毒血谷的金针。毒血谷的金针和外面的不一样，它的大小和尺寸都不同。当时只凭金针我还不敢断定，直到方才我看到这些符号，我敢肯定它就是。这些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药材，毒血谷的药方是绝密的，为了防止泄露，谷内所有的药材都用特殊的符号代替。即使外人看到的药方，也不知道具体的内容。他既然看得懂这些符号，那就说明他一定是毒血谷的弟子。可就算知道了这些符号，
也知道他是独绝谷的弟子，我们也没办法出去啊。一定能出去，因为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他的用意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破局了？没错，只要他是独绝谷的弟子，我就敢肯定，我们现在所处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地谷，而是在北海的体内。北海的体内，什么意思？同窗，来，帮我站在这儿，站在这儿。这么说吧，人的身体分为上焦、中焦和下焦，头之心为上焦，心之气为中焦，气之足为下焦，正好对应我们刚刚所经历的3道门，而这3层的含义，恰恰是一个病症。上焦如虫咬，中焦如电死，下焦如冰寒。没错，就是这个病症。夏大哥，请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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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是什么导致这样的病症？一种毒，是我们独绝谷上一任谷主的成名之毒别离散。独绝谷谷主就是无双老人的师傅，你的师祖吗？那北海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或许北海中过此毒，我已经隐隐感觉到他的真实身份了。只不过我们现在要找到的是出口，而这的破局之法，或许就藏在这刻满符号的地砖上。这么快？你的意思是，要找到别离散的解药？之前师傅留给我的阴阳册里有这个毒的解毒之法。2位，还剩2位。你可以，一定可以的。师傅，您在天之灵，请保佑我们。难道我的判断出错了？看来这门还是打不开啊！难道我们要死在这儿了吗？这个孔洞看着有点熟悉。这是你的嫁妆，爹将家里所有的田地铺子的地契，全存在了钱庄。这个扳指就是信物，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取出。他昨日将这扳指赠予我，说是我的嫁妆，但更像是托付。师傅，
样了？应该是中了某种毒。中了什么毒？我从未见过此毒。此毒太过于霸道，似乎能让人的精血沸腾。这毒能解吗？人的精血一旦沸腾，虽然短时间内能激发最大的潜力，但身体的压力太大，习武之人尚且如此，更何况你哥是个普通人，他的心脏和全身的经脉都已破裂，即使我们把他救过来，估计他也活不了几天了。什么意思？是我哥没救了吗？我现在能做的是用医术让他尽量的恢复神智，不过什么？以他现在的情况，即使活过来，也最多几个时辰。用不用，我无法替你做出选择。傅先生，用针吧。你确定？至少让他带着尊严离开这个世上。别太自责了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我现在就是后悔，后悔当初在杜鹃谷没有好好学，否则的话能救他一命。你已经救了很多人了，若没有你，我们不知道要死多少回。没错，现在所有线索都指向了毒。没有你，我们也不放心查下去啊。罗森格他醒了。哥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奇人。你们的事儿，我听罗叔说了，感谢你们愿意救我和我的家人。千万别这么说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有什么事儿问吧。罗兄，你们当时到了小孤城以后，都做了些什么？为什么染上了毒？我们在小孤城里，只是找到了一些过冬的物资，然后就赶紧回来了。其他的什么都没做。那你们在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怪事或怪人？我对一个地方印象很深。什么地方？北海区。北海区。我们这儿的老人经历过海牙屠城，我小的时候好奇问过，老人们说，海牙城吞人魂魄的怪物，就是有一个叫北海的奇人放出来的，其他的他们就不知道了。但是他们死之前念叨过这个名字。罗兄，你可是那北海区在小孤城的何处？西北部的一个小山坡上，那个地方看着有些偏僻。
阿星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希望我们能再回来。我说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大齐和海牙会一直这样下去吗？看到海牙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突然就能明白叶莎他们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的复仇了。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为海牙做的事儿。岑方甲当年在海牙种下了仇恨的种子，而叶煞所做的，不过是在大齐种下了另外一颗仇恨的种子。冤冤相报，我们或许没有化解仇恨的能力，但我们能做的是，阻止更多的种子生根发芽。至少，别让悲剧一次次在我们面前重演。我们真的能做到吗？当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刻，不论是大齐还是海牙，善恶终有归属，公道胜于人心。有了人心，结局就会改变。我相信，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。那一天一定会来的。趁天还没黑，我们收拾收拾，出发去小铺城。要不是为了查案，我肯定不会来这种地方。都注意安全。罗森说，北海居就在海牙城的最深处。我们分头看看吧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位应该就是北海的夫人。大哥，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。这个无字碑。发现什么了吗？这转了一圈什么都没有，今天莫不是要白跑一趟啊？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很奇怪？是奇怪，这个院子里怎么会有块无字碑呢？不是这座碑奇怪，是这个院子奇怪。外面都杂草丛生，而这个院子里没有任何草木，确实很荒凉。
这密室的钥匙。师父当时是三峰甲的一员，他当年在海牙，一定跟北海发生过什么。你刚刚说你猜到了北海的身份，他是谁？我猜，他就是我的小师叔。你不是只有老周中一个师叔吗？小师叔很早就离开了独绝谷，我根本没有见过他。我也是听我师父说，他有一个师弟，天纵之姿，论炼丹和制毒，比老臭虫和我师父加起来的天赋还要高，是当时谷内最器重的弟子。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就离开了独绝谷。你是说，北海中过别离散？对，我也是听说，他常年游历在外，曾带回过一个女子。他和那女子情投意合，可没想到，此女子居然是别的门派派来的奸细。师父，阿莲已经与他们断绝关系了，求您看在徒儿的份上，成全我们吧。小师叔当然下不了手了，最后只能是谷主亲自下毒，所下之毒，便是别离散。谁也没想到，小师叔对那女子用情至深，为了救那女子，小师叔在我师父门前跪了1天1夜。我师父看过阴阳册，知道此毒解法，但我师父也不能违背谷主命令。最后，小师叔竟然以身试毒，以命赌命，成功解了此毒。但毒解之后，小师叔就带着那女子叛逃出谷，再也没了踪迹。以身试毒，以命赌命，他在来之前就做了这个决策。如果失败了，可能会跟那个女子一起殉情。何等自信，何等深情啊！我之所以推测此人是我的小师叔，也是因为能解别离散，有且只有他一人，能用此毒设此迷局的，除了他，我也想不到别人了。北海这个地窟，很有可能就是为独绝谷的弟子准备的。我现在也理不清这些头绪，先往前走吧。这有个火折子，哪亮？这儿，同说，分头找找。好。看这儿。一具女尸，一具男尸，应该是北海和他夫人。看样子已经死了20来年了。他们躺在这层层机关内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啊？这有块布。36年，过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走。宁泰36年，皇帝病危，朝堂内外动荡不安，边陲五国狼子野心，联合成军不宣而战。边军败退，百姓流离，虎狼当道，山河破碎。眼看大厦将倾，却意外得一丹起风丹。此丹药若得，可扭转乾坤。然而不曾料起，
此为噩梦之事。你言此丹能助我大齐反败为胜，你可知欺君为死罪？草民万万不敢欺君。你来说说，这丹药究竟有何妙用啊？草民自当斗胆一试，挑选我大齐勇士将此丹服下，陛下便可知其中之效。还是吧。这我想不到此药可以让人以夷敌师，何愁不能收复失地？看来天佑我大齐。爱卿，不知此药叫何名啊？疾风丹。陛下将我视为救世之才，吾不辞辛劳，不眠不休，日夜炼制。看来北海把当年的一切都记下来了，这就是他费尽心机设置这么多障碍要藏在这里的东西。时局危急，余未敢懈怠。戍守海牙之君，号参风甲，亲王武烈同志。家事千重，临阵负担，势破强辱，以为家国。遂千越边陲，昼夜疾行，风沙满天，未曾稍歇。至联军守备懈迟，突袭敌营，虽折损800，然斩杀敌酋，五国首领尽陨亡庭。王师乘胜反攻，百姓单食胡浆相饮。方与连驾西歌，孰料风波再起。参风甲即悬于海牙，仅存200众。而后有人忽而狂躁，乃至击伤左右。这就是被隐藏的那段历史啊！前面那3道门，应该就是为了保护这段历史。
时而清醒，时而疯癫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此种症状我也从未见过。会不会是因为……急者日中，余乃悟此必疾风丹之祸也。余驰骋江湖数十载，自是独树冠绝天下。及至其时，乃知岐黄之道，渊深如海，遂倾尽平生所学，遍求解毒之法。孰料祸端已至。总算恢复神智了。你判断的没错，确实是疾风丹导致他身上的症状。疾风丹初服会致身躯疾变，我以为停药之后便可恢复。可疾风丹药性深沉，自生丹毒，一旦停服，经脉便无法适应。那些被激发的内力便在经脉之中暴乱游走，丹毒也随之冲上髓海，令其陷入幻觉之中。在幻觉之中，他们会把身边的一切当成危险，如何痛下杀手？人越来越多了，好多人都被他们咬伤了。你们是按照北海先生的要求做的吗？是的，服下之后是清醒的，可过了几天，又发狂了。所以他没有被治好，而是你又给他服用了疾风丹。你应该知道，丹毒不减，又继续服下去，虽然能暂缓症状，却会使丹毒越发的严重。待毒性入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我必须尽快找到解毒之法。在此之前，只能继续用疾风丹让他暂时保持清明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那其他的参风甲将士怎么办？现在中毒的士兵是越来越多，弹药眼看越来越少。京城那边回信了吗？诸位大人，海牙之事绝拖不得。如今陛下龙体欠安，我等恐怕要替陛下拿个主意才行。哎呀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只恐怕这……陛下早已下旨，太子年少，紧要国事，我等可商议处置。话虽如此，只可……无需多言，事态紧急，如果我们瞻前顾后，岂不辜负陛下的圣恩呢？是啊，沈大人，如有良策，不妨直说，我四人共担其责。是啊，当务之急，封锁消息，绝不能让参风甲发病之事传出海牙之外。封锁消息？如今局势刚刚平稳，边关战事已获全胜，民心倍增，而疾风丹之事乃是绝密。若让大齐百姓知道，我英雄将士一夜之间成为失心狂野之兽，势必会引起民心惶恐，危害朝廷威信呐。有传闻说，北海已经在研制解药了。若一时研制不出解药呢？到那个时候，我大齐将面临200个失去理智、暴力无比的怪物，他们力大无比，杀人如麻，不畏惧死亡，恐怕会酿成难以承受的灾难呐！为今之计，除封锁消息、催促北海研制出解药外，更需有无解药的应对之策。几位大人，刚刚陛下清醒了片刻，陛下可有旨意？居士，难道真的别无他法了吗？受命难违。可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，与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还为大齐立下如此功勋，我们怎么能对他们痛下杀手？军师，能不能飞鸽传书，再求求陛下？将军，您最清楚陛下的心思，此事可否？既然圣旨已下，此事不必再提。传我命令。将军，让我最后一次去见下北海。北海兄，
解药研制的怎么样了？丹药是你所制，连你都解不了。丹毒已渗透这200人的骨髓，我已无能为力。这疾风丹还剩下多少？只够他们服最后一次了。但即使再续服疾风丹，如今亦难持续半日之清明。半日过后，他们将彻底化为野兽之躯。京城来消息了吗？将军，城已被围，去吧。派进去的2队兄弟已经全部没了音讯，将军，要不要我再带1队兄弟进去？还剩多少人？只剩2个营了。他们已经彻底失去理智，如今分散在城中各处，一旦陷入巷战，派再多人进去，恐怕都是送死。参封甲听令，在，全部撤出城外，封锁城门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出城。将军，城中还有无辜百姓，数千老少妇孺根本无力抵抗那群疯狂的野兽，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在下请令，再带人马进城，宁愿战死，也要将这些百姓先救出来。将军，将军，武烈之令，置海牙百姓为待割之鱼肉，而发狂之人屠戮殆尽，无所攻击，遂自相残杀，海牙沦为人间地狱。现在应该还有逃过此劫的百姓，将军，现在救他们还来得及。去把那些百姓都找出来。是，格杀勿论。将军，执行军令。将军，海牙祸乱一平，
为什么还要滥杀无辜呢？因为他们必须死。陛下病重，时日无多。太子年少，毫无根基，内有诸侯蠢蠢欲动，外有夷狄虎视眈眈。海牙之事一旦外泄，必定会被有心之人利用，到时天下定非，一国尽乱，罪诛何人？可是，这些海牙百姓也都是大齐的子民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他们是大齐的子民，也都是无辜的百姓。我知道此令一下，便万劫不复。但为了整个大齐，为了更多无辜的百姓，我别无选择。待此事了后，我会亲自向陛下请罪，所有罪责我一力承担。执行军令。将军，违令者斩。孩子给我放下！将军说了，一个都不能留。只是孩子，我说了，放下！云去，把孩子放下！云池，你心里难过，我知道。可将军说的话也没错啊。可我们是人呐，我们不是畜生。云池，把孩子给我吧！不，给你干什么？要杀了他吗？难道婴孩也会泄密，也会危害大齐？我们犯下如此滔天罪孽，将来必遭天谴。邹耀兄，你的家人在等你回去。佟大哥，你的夫人不是刚刚怀有身孕吗？叫兄弟们给海牙留点根吧，就算为我们家人积点德行吧。如果将军真的怪罪下来，我一人担着，绝不连累你们。我知道肯定是你。那些年，跟你一起行走江湖，鸡熊破案。如今想想，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。只是可惜，如今没有时间再与你喝一杯了。能不能换个地方？我不想他们看见我最后的样子。这地下石窟是我无意间发现的。我用了数年时间布置了一些机关，把它变成一个密室。机关的破解之法，刚才你已经看到了。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？
海牙之祸因我而起，就算我死千次万次，也难抵我之罪孽。只是临死之前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做，而这些事情，只有你能帮我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我想让你把这疾风丹送去独绝谷，交给我师兄无双。独绝谷谷主。就算那些中丹毒的士兵已死，我也无法保证疾风丹没有流传出去。若丹毒遭人利用，恐怕天下大乱。这世间，医毒之道在我之上的，就只有我师兄了。当年我因一些旧事与他结下仇怨，但我深知我师兄仁义，他一定会想办法研制解药。只要有了解药，便断了所有祸患的根源。那第2件事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这段时间海牙发生的事情。为什么要把这些刻在这上面？若我没猜错，恐怕武烈是按陛下的旨意，把海牙烧光，并毁掉通往海牙的那条山路，让海牙彻底消失于世上。你就不担心我会毁掉它？你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比我更清楚，人心之毒比丹毒更深。你是我生平所见最配得上侠士2字之人。你知道，就算眼下屠刀能暂时让局势安稳，但掩盖从来不是解决罪恶的办法，它只会让仇恨生根发芽，让这血海深仇世世代代延续下去，直到某一天酿成比现在更大的灾祸。到时候就算有了解药，也解不开这仇恨之毒，因为最毒的是人心。这就是这密室的钥匙。若我师兄跟我一样，终其一生也没办法研制出解药，那这扳指便是我留给海牙和大齐的一点希望。万一再有灾祸降临，我希望你能挑选一个跟你一样有着仁义之心的人，带他来到这地宫，打开密室，看到真相。我把疾风丹的丹方也留在这里，若他最后也没能解开，就让他再传给后来人，直到有人解开。到时候我希望所有真相能大白于天下，这样无论是丹毒还是人心所导致的灾祸，才有可能真正终结。第3件事呢？第3件事，我求你护我妻儿性命。我罪有应得，死不足惜，但他们应该活着。你一定要答应我。
会拖来孩子的。孩子就拜托给你了。吴医生辜负4人，一是深恩负尽之师兄无双，恩情难忘，但无倔强倨傲，与他决裂；二是爱妻萧氏，情深意重，却负他而现形；还有北坤、北冥2子，未尽负责。吾将相罢典于其间，祈愿兄弟2人平安一生。师兄，北海的孩子北冥，莫非是？钟母王没有给你启明信中，是因为你娘姓萧啊。萧夫人的尸骨在这密室之中，这就说明她当年没有选择离开，而是留在这里，和北海一起。既然如此，师兄你还有一个叫北坤的哥哥，不过我爹当时只带走了你，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只有武烈知道。不管怎样，他也一定在那份名单之上，只是不知道被谁收养，取了何名。他是你唯一的亲人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。那边还有块石壁。原来这就是疾风丹的丹方啊！老臭虫确实厉害，几乎把疾风丹复制出来了。北海当年让中捕王把疾风丹给我师父，可我师父还没来得及解出来，就被老臭虫杀了。他若还活着，一定能解出来的。别难过，你是你师父最得意的弟子。我们今天走到这儿，也是冥冥中注定的。这是你师父留给你的重任，也是他的遗愿。只是这丹方关系重大，一定不能落入夜煞之手。你要牢牢记在脑子里。我也相信，你将来一定可以研制出解药。看来北海还是给我们留了一条回去的路。师兄，带他们走吧。
回去之后把他们好生安葬。他们在院中立了无字碑，应该是想在这里长眠吧。小心。先出去，走。你家在哪儿？平原镖局。那不是已经被灭门了？那你就跟着我。从说！猩红多浓稠，一滴雨便染透瞳孔。童双，早上是我说话说重了，大哥给你道歉。他要真死了，我绝对不饶你。三言两语如何抚平心刺痛？若于心有愧，不敢求晴空，双手曾扑空。月如流萤起，暗中微弱一火，一张以后还是叫我疯子吧，叫风无作我听着不习惯。疯子，哎，这是耳朵。不曾停留，要这世人皆看清，我不去之火，是日飘走，寂静深渊。对不起，大哥。夜间苍穹。
长坚如泼墨，用尽全力才能不被吞没，却又未曾后悔脱身负沉重，使得谁面容，死后伸出手。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大哥死吗？疯子，你没事吧？师兄，你已经一天一夜滴水未进了，起来喝点水吧。我把他弄丢了，我答应过他，要带他去吃凤凰节的点心，喝黄泥村的酒。我还答应过他，等案子查完以后，我要带他去向徐姐豆腐坊的女儿提亲。他那么相信我，把一切都交给了我，我却把他弄丢了。这不是你的错。是啊，是我的错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如果当时我没有收留他，如果没有让他帮我查案，如果当时在山东，我能走得再快一些，就快一点，他就不会有事。师兄，你别这样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去小古城，涂双在那里等我，我要去找他。师兄，别拦我！你冷静一点！别拦我！你干什么？你现在清醒了吗？小北冥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六神无主，颓废沮丧，你这个样子是要给谁看？风舞作他与夜叉案无关，却跟我们一路冒险到现在，他为了什么？霍姐姐不会武功，却执意跟我们一起到海牙冒险，他又为了什么？方守作跟诸葛孔云在京城官袍加身，但是他们却为我们顶着诛九族的大罪，他们又为了什么？你难过谁不难过？你后悔谁不后悔？可如今这件事还没有结束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是认输了吗？你想去小孤城，好，我陪你去。你想要挖石头，我陪你一起挖。1年挖不到就挖2年，2年挖不到就挖10年，直到挖到他为止。然后再让他好好看看，看看他这个舍命救下来的人，看看他这个比自己命还看得重要的大哥，现在是个什么模样。然后你再亲自问问他，后不后悔，值不值得。不是要去吗？走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我们能去的人都去了，但也只是从碎石里找到了这个。
白你现在的感受，因为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体会过失去之前的痛苦，但除了擦干眼泪，咬着牙活下去，没有别的选择。因为比起失去性命，更可怕的是失去希望。谢谢你们又带给了我们希望，只是真的对不起，我们没能帮到你们。董少，我们要走了，继续没有完成的案子。你累了这么久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你就好好睡一觉，等大哥再回来，一定给你带凤凰记的点心，还有黄泥村的酒。大哥答应你的事情，一定会做到。豆腐坊的姑娘呢，就别再惦记了啊！你那急性子，指不定把人吓坏了。童双，你就好好看着，看着萧大哥，看着我们抓住叶莎。我们一定会抓住他的，给你跟你的家人报仇，然后把你带回家。你相信大哥，不会太久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。走吧。你是说，我哥哥他们中毒是因为水？没错，他们喝了小湖城里的水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当年小湖城死了那么多人，定是尸积如山。可我们在城内并没有看到太多骸骨，所以我猜应该是森风甲把那些尸体全部都焚烧了。那些焚烧后的尸体呢？被扔到了那片湖里。那片湖是死水，常年累月之下，单独扩散到了整个湖中。我猜，你哥哥一行人应该是当时在城里搜集物资时，不小心接触过那水，所以才染上了丹毒。等到回来后，就陆续毒发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还有那些野兽，应该是在城里觅食时也喝了那湖水，在这么多年的繁衍之下，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看到的发狂的野兽模样。那这丹毒能解吗？
虽然暂时解不了，但我们已经获得了疾风丹丹方。我们身边有最好的医者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制作出解药的。但在此之前，若是不得已要去小孤城，千万不要触碰那湖水。我明白了。现在危险还没有解除，你们确定不跟我们一起走？萧公子，我们感谢你们这些天来所做的一切，但是这一路太危险了，我们这群人会拖累你们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不管如何，这里是我们的家，在事情没有解决前，我们也不愿踏上大齐的领土。我明白了，但说到感谢，应该是我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让我清醒过来，谢谢你们让我知道，活着的人应该要做什么。我向你们保证，我和我的朋友，无论如何也会给海洋人一个交代的。来吧，我来。多谢小月姑娘和罗姑娘这段时间的照顾了，不必客气。多谢啊，这段时间多亏了你们帮忙。那份希望，我们铭记于心，绝不食言。告辞。保重。这个白玉扳指，是当年北海给我爹的钥匙。我爹却什么都没跟我说。师父不说，是因为他想自己结束这一切。萧大哥，难道你已经……一切都要从卑相刘学案说起。当年先皇病危，四位大人是辅政大臣。按照我父亲的记载，四位大人就是当年海牙屠戮的推动者。夜杀的复仇，他们四人在必杀之中。我爹是参风甲，他第一时间就知道卑相刘学案背后是海牙。不止如此，在风波湖案之前，师父就已经知道夜杀是谁了。真正的夜杀，或者说第一个夜杀，就是苗杰。苗杰？当年参风甲解散之后，苗杰转入吏部，一步步成为天书阁天官。靠着天书阁的情报网，他可以轻松知道当年那些谏言者和推动者，还有当年参风甲的去向。可仅凭这些，也无法断定夜煞就是苗杰啊。是啊，他自己也是参风甲，没道理屠完城之后向自己复仇啊。没错，钟捕王和我父亲都是参风甲，他们对当年的事都缄默其口，怎么可能还想着复仇之事？因为苗杰跟所有人都不同，苗杰是海牙人，是亲眼看着自己家乡被屠戮的海牙人，也是第一个海牙孤儿。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海牙人的？这首饰看着很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这是在罗森葬礼上那些海牙人做的首饰。没错，我当时问过罗叔，他告诉我这是送别亡者的手礼，是希望往生者能够魂归故里，是海牙特有的风俗。但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手礼，我第一次见是在3年前。3年前，我当时见到，并没有在意，以为苗杰是无意为之，但现在看来，苗杰确实是在送别亡者，只不过他送别的是他自己。他希望自己能够魂归故里，整个风波湖案就是他与师父互相为对方设下的一个以身为饵、以命为柱的死局。我听不明白。我刚刚说了，师父在风波湖案之前就已经知晓夜煞是谁了。我知道了，
苗杰跟我爹是战场同袍，他知道他是海牙人，所以3个嫌疑人中有苗杰名字的时候，我爹就将一切串联了起来。他自始至终都一直盯的是苗杰一个人。没错，而且师父也知道苗杰的下个目标一定是他，所以他才会设下风波湖这个局，才会跟你我交代后事。此番与叶煞交手，万一我有个闪失，有你陪在他身边，为师也就放心了。我爹他到底要在风波湖设什么局？我想师父原本的计划是事先在船上的茶水里放置迷龙散，不知情的婴儿和梅白鱼必定会中毒昏迷。苗杰说的没错，师父就是要杀他灭口。为了大齐的安稳，师父已经做好牺牲自己的准备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迷龙散是我爹自己下的。因为毒被下了2次。什么？当年苗杰中了4辆马车之计后，深知自己的身份已经藏不住了，也知道你我的婚礼就是一场鸿门宴，而且他更是预知了师父所有的计划。那这么看来，第2次下毒是苗杰下的。他提前把船上的香换成了迷龙散，所以无论喝不喝师父煮的茶，都会中毒昏迷。这也是师父没有料到的。随后周一姐按照苗杰的命令，焚杀了船上除我之外的所有人，包括苗杰自己。这就是整个风波湖案真正的始末。那他既然已经知道了所有的计划，为何不跑？为什么要把自己也杀了呢？而且他为何要留你一命？这也说不通啊。因为对苗杰来说，他的死才是最重要的。他要用他的死完成那个一石三鸟的计划。一石三鸟？苗杰身份已经暴露，所以杀死师父是他的第一个目标。那第2个目标呢？我当时中箭被收了湖中，溺水昏迷，醒来后却在一处浅滩。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命大，但现在看来，一定是苗杰提前吩咐好了手下，为了能够让我顺理成章地活下去，成为逃犯。只要你活着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。他的第2个目标就是嫁祸给你。不，嫁祸我只是表象。他的第2个目标是为了掩藏一个人，掩藏那个和我们斗到现在的人。那个人也是青阴黄无常老臭虫嘴里的那个人。那个人应该是个年轻人，也就是第2个夜煞。第2个夜煞？苗杰用自己的死搅乱了所有推理，让我们无法证实朱一铁的证词是对的。天哪，人心怎么可以可怕到这种地步？最可怕的不是这个，苗杰的第3个目标，也是他最重要的目标，还是我。他已经陷害了你，还隐藏了第2个夜煞，逼得你走投无路，差点丢了性命，他还想怎么样？从我上船，这一切便就在苗杰的计划之中。苗杰知道我与师父的感情，也知道我好胜的性格。你看，有我陪着各位叔伯，怎么会丢掉礼数呢？爹，我北明，回去。哎，钟兄啊，既然新郎官有这份心意，新娘子也不介意，不如让她跟我们一起游湖。很久之前，在我大齐边境有一边陲小城，名为海牙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必萧神部根本不知道，你其实本就知晓夜煞2字的真正含义。你不告诉他，难道是担心你当年做的事情被他知道？所以他故意在船上说出海牙2字，逼师父对他动手。除了让我怀疑师父以外，更重要的就是在我脑海里刻下海牙2字。按照他的计划，他知道我逃出升天之后，一定会追查关于海牙的一切，去揭开那段历史。你是说，我们？没错。如今我们在这里，也是在他的计划之中。他怎么可以算到这种程度？那第2个夜煞推测出来了吗？苗杰当年领养的孩子，苗云。如果苗杰早就计划复仇，那他领养的孩子的确是最好的接班人。不对，我们调查过这个孩子，明明他已经下落不明了呀。不管他是不是第2个夜煞，我们都得先找到他。还有不到100里，应该明日就能到京城了。还要再赶一赶，放手的再帮我们撑着，我们早回去1日，神不营就少一些麻烦。
今夜不休息，争取天亮回去。我们可以不休息，得让马吃点东西吧。也好，歇息片刻吧。怎么了？方守则被安正英带走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昨日我父亲收到一封神秘线报，最后被带人冲进了神不营大牢。方天正，身为神不营首座，竟然私放要犯，你疯了吗？你说，为什么要放了萧北明？他去哪里了？刑罚加审，方守则硬是一句话没说。不过陛下已经下旨，10日之内再无结果，便以私放要犯之名问罪处斩。幸好你前几日飞鸽传书于我，告诉我海牙之事，我这才快马加鞭赶了过来。我们得赶紧回去救方守则。绝对不行！你们现在是被通缉的要犯，神不营已经被查封，你们认识的所有人都被安正英监视着。如果回去你们被抓了，这一切就全都完了。可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海牙的秘密，也推测出了叶煞的身份啊。对，只要我们回去说出真相，证明风伯湖一案与我师兄无关，那么私放要犯的事儿就可以重新论证，方守则就会得救了。只要我们回去，都还有得救。萧大哥，师兄，我们还不能现身。为什么？就算我们知道新叶煞是谁，但苗杰已经死了。对，就算你们所有的推测都是对的，但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佐证。更重要的是，若是为了证明我不是叶煞，将我们在海牙查到的一切公之于众，就等于是告诉所有人那段阴暗的历史。无论是现在的陛下，还是现在的大齐，都没有做好接受这些的准备。天下大乱，就是新叶煞想要看到的。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方守则被斩首。眼下只有一个破局之法，10日之内抓住新的叶煞。我们要赶紧找到苗云。你前几日曾飞鸽传书于我，我去查了苗云的下落。苗杰一生都是孤身一人，既无家眷也无仆人，就连吃住都在天书阁。他平时孤傲冷漠，从不与他人提及此事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有养子的事情。但是名册上记载得很清楚，他可能把苗云藏起来了。我也这样想过，所以我查了跟他有关的所有文书，发现他在京郊南山曾经买过一处宅院，那非常可疑。只可惜申不营事发突然，我还没来得及去查。现在形势已经变了，你若再查下去，你父亲会怀疑的。我明白，我会给你们准备几套安贞营的衣服，方便行动。不过接下来得靠你们自己了。辛苦。同窗的事儿，他是个好捕快。这里就是诸葛孔云查到的院子，苗杰不可能无缘无故在这深山买这种破地方，其中一定有古怪。苗杰若真的把苗云当第二个叶煞培养，自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选择这种偏僻之处最为合适。不是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找谁问啊？那儿。哎，这位大哥请留步，安贞营的。哎呦，几位大人，
小人就是个郎中，刚才要回来。别紧张，我们就是了解些情况。哦，几位大人有什么想知道的，小人知无不言。大哥，您在这行医多少年了？小人在这行医有10几年了。那这附近的村民都是找您看病吧？哎，这南山里住的都是些贫困乡亲，到城里寻医不方便，小人啊便在这里住了下来。平时呢，就是给乡亲们看些头疼脑热的小病。您真是医者仁心。哎呦，不敢不敢，医者本分。大哥，这家您可曾医过？这宅子荒废了有10余年了，但是这宅子的主人，小人倒是有些印象。有什么印象？啊，那还是小人刚来这里行医的时候，那天啊下着大雨，这家宅子的主人和小人说，家里孩子高热不退，让小人去看一眼。啊，小儿啊高烧多日，昏迷不醒，胡言乱语。您别急，我先看看。好。哎，那家里只有2人，那孩子啊，小人看了一眼就记住了。你记住什么了？哎呦，因为那个孩子太特别了，那孩子浑身上下呀都是伤疤，各种新伤旧伤都有。哦，还有点跛脚。那虽然是个孩子，但看起来呀，就像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一样。哎呦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啊！大哥，您还记得那孩子的模样吗？样子倒是记不住了，不过我记得我去看的时候呢，那个孩子病了很久，病情很严重。我这开了2副药，但不见好，无奈就只能告辞了。等后来呢，我想再来看看的时候，这家人就已经搬走了。行，辛苦了。看这屋子里灰尘的堆积程度，至少10几年没有人进来过了。如果那个郎中说的是真的，那苗杰应该把苗云带去就医了。可苗杰是天书阁官员，按诸葛孔云说的，他孤身一人生活在京城，甚至住在天书阁。苗云在他身边的事，不可能瞒得住。那他把苗云藏起来了？天书阁官员不知道苗云的存在，师傅和霍将军都在京城，他们也都收养了海牙孤儿。若是他刻意藏起来，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。那他是如何隐匿了苗云的存在，才能不引起钟不王和我父亲的注意呢？一个天官苗杰会用的办法，可夜煞不会用。你是说慈心院？我刚整了。从未听说你们暗针营还有女子。为了方便办案，你们说的这个苗云，我有印象。他现在还在这儿吗？早就不在了。那他去哪儿了？您知道吗？从慈心院出去的孩子，应当都有记录才对。普通的孩子自然是有的，不过，这个苗云却是个例外。实不相瞒，他在来慈心院时，就已经痴傻了。痴傻了？我们慈心院有个规矩，从不问来处。至于是谁把他送来的，又为何痴傻，无人知晓。他来的时候，就已经不会说话了，只会傻笑，还经常到处乱跑。没多久，他便失踪了。我们也曾派人寻找过，但未曾找到。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那您可还记得他的相貌？我记得他的脸上、身上都有伤疤，右脚是跛脚，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呀。那您方便帮我们画一下他的样貌吗？时日太久了，我试试看吧。这真是第2个夜煞？就这个痴傻儿，他能是苗杰的接班人？痴傻可能是他的伪装，是他掩人耳目的手段。毕竟一个正常孩子，苗杰也没有借口把他送到慈心院。现在苗云是否痴傻不是重点，
重点是我们要去哪儿找他？这幅画像是很多年前的了，人的相貌是会改变的，仅凭一幅画像可远远不够。我们现在也无法判定他在不在京城，就算他在，京城如此之大，就凭我们几个人，一边躲一边找，时间也不够。父亲，你来何事？方首做他方天正这个案子，儿子觉得还是有很多隐情，所以能不能请父亲跟陛下陈情，问斩之期再延一段时间？陛下金口玉言，岂能朝令夕改？再说了，神不应手作变节，这样骇人听闻之事，不尽快斩首以谢天下，朝廷的颜面何在？可父亲，您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方天正为人胆小谨慎，这中间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才让他做出这种胆大包天之事啊？哼，你也看到了，他现在的骨头有多硬。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变节了。他私放要犯是事实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抓捕萧北明。可父亲，有没有想过有一种可能？你是想告诉我萧北明可能不是叶煞？儿子思来想去，会不会是萧北明用自己的手段得到了方天正的信任，让方天正坚信萧北明并非叶煞，所以他才敢冒生死之险帮他翻案。毕竟风波湖一案、黄无常一案本就疑点重重。疑点重重，那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啊？萧北明、方天正本就是叶煞一伙，他们的狼子野心被钟云赤发现，风波湖上杀人灭口，一人逃亡，一人留在神不营继续为恶。如今萧北明落网，方天正费尽心机将他放出，最终事情败露，被当场抓获。父亲，您刚刚的推断是不是太草率了些？你宁可相信一个逃犯有可能被冤枉，也不相信我们查到的证据。到底是谁在草率？事到如今，儿子斗胆直言一句，在叶煞一案上，父亲您的做法和判断从未让儿子信服过。你说什么？我至今也想不明白，叶煞的案子明明有那么多疑点，为何您就坚信萧北明是唯一的嫌犯？若他真是那般包藏祸心，难道他身边的钟不王真就发现不了吗？因为钟云赤本身就是虚伪狡诈之徒，整个神不营摆出一副义薄云天的仁义模样，实际上内心肮脏龌龊、阴险卑鄙。这样的人教出来的徒弟和部下做出什么样的恶事，我都不足为奇。父亲，您为何对他们有这么大的偏见啊？因为我成为这样，都是因为钟云赤。你一个比一个钟不王，你真的了解他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钟云赤，因为我曾经也是神不营的一名捕快。